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6.54，收盘价是184.4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.78，最低价是在180.58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0.966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7倍量缩。KD 值，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慢线要即将上穿零轴，那如果双线都在零轴上方呢，那么股价将会持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。那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前一日这根 K 线啊，叫做蜻蜓线，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后续的股价的收盘价如果站上了蜻蜓线的最高啊，说明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25日的这根 K 线就站上了蜻蜓线的最高。那因此呢，我们会看到后续股价有可能会上行。但是在5月25日，虽然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，但是它又生成了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含长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。这样一个线型的 K 线啊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，那它会被称作叫吊人线。吊人线啊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80.5附近，那么股价将会变盘向下。但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线型啊定义在是相对低档的位置，那它会被称为叫锤子线。那锤子线呢，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所以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是在186.78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上行。那变盘的信号 K 线啊，不分是红 K 或者是绿 K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的解读。那对于5月25日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又给出了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。我们还会注意到它的成交量是量缩，那然后继续出现变盘的信号 K 线，那也就说明目前股价在等待突破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81附近。
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反弹，收盘价在185附近，另外一个反弹的点位是收盘价在191附近，实际在5月25日收盘价是在184.47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点位相接近，本质也相同，就是说它的收盘价都站上了前高，并且也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这样一来其实也预示着股价会上行。但是呢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，就是这个收盘价收在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185这个水平线的下方。那我们回顾一下185这根绿色的水平线我们是在本周一给出的，是作为本周的观察线。那这颗线呢是自2月16日以来下行，一直到4月27日，这2根 K 线它们的最高也就是217和这根 K 线的最低152，是这2个高点和低点的50%的成本线。那目前股价是从这个低点向上反弹，我们会看到50%的成本线通常它是强压力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日股价还是在185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收在185的下方。那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呢又呈现了量缩，所以呢，股价目前依然就是说要等待突破。实际上它是虽然出现了反弹呢，实际上依然是横盘，也就是给出一个不确定性。好，那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股价在5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继续下行，那它的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164，也就是说跌破164这个低点呢，去瓦解目前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在下跌的如果出现下行呢，那目前的一个支撑位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78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会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目前178将是一个支撑。其实178呢，我们如果从5月16日来看，这是股价上涨回档后，然后又出现反弹，那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低点的，对，那也就是自5月16日以来出现高低，如果再出现高点呢，会有头高，回档之后在低点再反弹，那么会出现底高。那实际上我们说，只要不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呢，那目前股价还是有可能会继续上行的，对。所以这是我们给出股价下行的在这个区域的一个强支撑的一个说明。强支撑实际上它也是通常也是一个标志位，对。好，那164如果被跌破，当然下方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52。目前股价只要出现回档，它的目标永远应该一定是152，因为跌破152呢，会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现象，现在1个高点、2个高点、3个高点，如果我们把它连成线的话，目前现在这是一个下行的趋势，
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加一条线作为观察。好，其实这个观察线我们画的并不精准，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观察，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的话，目标还是要突破这样的一个趋势线。好的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要站上193，也就是5月23日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目前股价只有站上193，那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对，好，那压力呢？我们说是这根5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87附近，这是它的压力。好，如果192这个水平线被站上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7和217，也就是一个高点一个高点突破，最终如果能够突破217呢，会维持自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说，自2月16日以来只是一个回档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股价的上行。当然，我们也想说，在站上192之后啊，在到达207之前，200关口这个整数关口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说明。那在5月26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，一个依然是185这条绿色的水平线，同时这个水平线啊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重合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4到186，那我们取它的中线还是185，这样我们作为一个观察。然后呢，这条红线我们要下移到178，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。如果相对于目前来说，这是前低。那2个观察线，就是说我们看看上方股价是否能够在盘中在185的上方运行。如果是在上方运行呢，我们收在高处，那股价会继续会出现上涨，也就是变盘向上成功，对，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。那如果在185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看看178是否能够成为支撑。对，如果能支撑住股价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在下一周，有可能192和178之间啊，将会成为它的一个横盘区域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2个观察位。当然，我们说如果股价后续跌破了178，那会测试20日均线值。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呢，那我们说股价一定会测试164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从技术上，我们没有做多的进场点。在5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虽然它是出现了上涨，收盘站上前高，然后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但是它生成的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，而且是一个红 K。然后我们看到的，它呈现的是量缩，
这样一来，量缩实际上就是代表就是我们说就是交易量不多，也就是说大家在等待这个股价的走向，然后才能会出手去买进或者是做空，对，所以目前在5月25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，或者叫强反弹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当日，也就5月26日开盘之后，在187附近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最高，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有空头的进场，然后他们的目标位是178。那在这个位置如果进场做空，他们的回补位他们会守上方的193，这是第一个仓位。那如果股价在开盘是一个高开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一路向上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在接近193的时候，在这个区域还会有空头的进场或加仓，那他们的目标位也是178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200关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压力位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4到186之间，所以5日均线值会成为开盘之后的压力位或阻力位。一旦是低开盘，它将是压力位；如果是高开盘呢，它会成为支撑位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出压力位，就是从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，也就是在184.5附近，然后一直到前高上方187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，它涵盖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93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00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支撑，支撑在开盘之后，如果是高开盘，再看支撑，对，如果是高开盘或平开盘呢，那5日均线值最低位是在184，所以我们从184一直到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80附近，好，我们这样来分，就是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最低184将是第一个支撑，对，然后第二个支撑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那在180附近，然后呢下方一点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78.5到179.5，然后我们把它和前低合并，那么从178.5一直到180是第二个支撑。第三个支撑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73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5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突破。这个突破，我们指的是突破前一日这个变盘信号 K 线的最高，或者是突破它的最低。好，我们先来说，向下突破。如果是向下突破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
184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7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9附近。这样的突破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下突破。然后向上突破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6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9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9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上突破。那如果股价既不向下突破也不向上突破，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就是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89，收盘会收在185.5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